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是9月1号，开学的第一天，时间过得也真快，暑假2个月一转眼就过去了。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呢，我想顺便和大家聊聊这个暑假呢我们是怎么样过的，也顺便做一个总结，然后再谈一谈对接下来新学期的一些大致的一个计划吧。其实呢，在前2年开始呢，我就不太给孩子报这些培训班了。坦白来说，这背后呢有经济能力的考量。毕竟这2年我的收入少了嘛，在花钱这方面呢，我就会格外的去讲究，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什么班啊，就想跟着让小孩去报。像之前在幼儿园啊报的什么篮球课啊、足球课啊、跆拳道啊，包括那个爵士鼓啊之类的，这些其实都是以前我家大宝有去上过的这些课。相对来说呢，我家小宝呢他就没上过什么兴趣班了，本身他自己是比较抵触，再加上后面我收入减少了，所以对这些方面呢就投入比较少了。而且我感觉现在很多这种培训班呢，其实价格并不便宜，但是呢它里面的这些老师的水平我就感觉不对等。因为我觉得说作为父母来说的话，你如果是有全程陪着或者是有参与进去的话呢，其实是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些老师的能力究竟是怎么样的，他们是不是在应付，其实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。而如果说我们只是把孩子往那一扔，然后让孩子自己去分辨的话，我觉得孩子是没有这个洞察力的，然后最后的这个结果往往就是花钱买了个应付，也就是说成了那种被割的韭菜吧。当然也有比较贵的一些班，那些贵的班呢可能会好一些，但是它的费用动不动就是几万块以上的。你像这种高质量的精英教育，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真的是承受不起。也有很多父母呢，其实也是因为自己要忙着赚钱工作之类的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陪伴小孩嘛。所以这个也是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托儿所的一个作用吧，我觉得。反正这些需求呢，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不适合的。其实我觉得一个孩子真正能学好一门技能或者是手艺的话呢，大概率是因为他的父母本身就是这个领域的行家，或者至少是个深度爱好者吧。因为他们懂得从0到1的整个过程，就是知道了哪里是难点，哪里需要鼓励，能够带着孩子真正的去入门。你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懂的话呢，我觉得其实是很难指望孩子学得进去的。然后报班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感觉就是我作为父母来说，我在偷懒，然后把教孩子的责任呢推给别人，然后花了钱就让我觉得我尽到了做父亲的这个责任了。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，与其花钱去盲目的卷孩子，还不如把资源和精力用来卷自己。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连自己都不懂的东西，你凭什么要求孩子去学会呢？然后你当父母自己先动起来了，成为了那个从0到1的那个实践者，对孩子来说，我觉得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教育嘛。然后去年暑假呢，我就开始让他们在家里自学编程。当时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说我认为编程这个东西啊，还是属于脑力工作嘛，它对人的这种逻辑理解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而且相对来说吧，也算是科技时代的一个基础技能吧。所以我感觉未来还是会挺重要的，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懂一些，那我就觉得
那我来陪他们一起学，然后遇到不理解的地方，我就教他们。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呢，就后面没有坚持下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呢本身没有去深入学习，我只是觉得应该让孩子学这个，但是具体要怎么学呢？我没有真正花时间去了解。再加上平时还要忙着去跑车，然后你跑完车一回到家里呢，其实就会感觉身体都比较累了，就想休息一下。那结果呢，我也就很难的做到那种100%的投入，只是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在学编程，但其实孩子是很敏感的，他其实是能感受到你是不是也在真心投入。如果连你作为父母来说呢，你都在应付的话呢，其实他们学到的也只是应付。这件事呢，就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就是说如果我自己没有用心去做的话，怎么可能带动孩子真心去学呢？然后今年暑假呢，我就不再把这个重心放在学什么上了，而是放在了应该怎么学的这个过程上。所以学什么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然后呢，我给孩子们呢就定了个规则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像每天早上的话，我们就是全家人都是6点钟就起床，然后呢就去楼下呢散个步，回来吃完早饭之后呢，孩子们就开始看书，然后看书的时间是1个钟头，也就是阅读1个小时。上午呢就是自学一下孩子他们下学期的一些课本的内容知识嘛。然后下午做完事之后呢，等到4点了，下午4点钟就可以开始玩游戏，玩2个小时，刚好玩到6点，差不多可以吃晚餐的时候嘛，就结束。晚上呢相对就比较自由，就随便他们看看电影啊什么的，动画片啊之类的，或者是自己操作一下电脑，但是游戏就没有再玩了。然后还有就是每天给他们兄弟俩呢分配了一项家务，就是每天他们轮流去洗碗。我觉得就是说做点家务，主要是让孩子能感觉到自己也是家里面的一个主人。我觉得应该这样会相对会有点责任心在里面吧，培养一个责任心吧，能够感觉到自己也是在为这个家在付出的嘛，也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我家大宝呢已经是12岁了嘛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自学能力还算可以，他也比较喜欢看书嘛，所以他在理解力方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所以他经常就说自己把作业搞定了之后呢，还会跑过来跟我讨论一些问题啊之类的。但是小宝呢他就不一样，他思维比较活跃，一说要学习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抵触啊之类的，然后就是造成注意力也集中不了多久。但是我发现一个事情，他不是说不聪明之类的，我感觉就是他对这个文字啊还没有那种亲切感，也就是说他的理解力还不够吧，所以导致了他在做作业的时候呢，很多题目其实都很容易理解错。就暑假这段时间呢，我去跑车的时间相对少了一些嘛，所以陪伴他们的时间呢就比较长，所以呢我才能去察觉到他的心理障碍在哪里。比如他特别害怕看那种纯文字的那种书，那这样呢我就创造一个环境，就从一小段开始，然后陪着他读。这个年龄段我觉得除了鼓励，你就是要陪着他，然后呢边鼓励他。现在呢我觉得他已经能自己独立看下一本纯文字的一个书了，所以说这个小小的突破呢，比他学任何技能我觉得都能让我更高兴。然后这个暑假下来，虽然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总体来说总算是个进步吧，我觉得。
所以通过这种陪伴，我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孩子他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。比如说什么时候他是在认真的学，然后什么时候他是在应付我，或者是说他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是理解不了呢，还是说是情绪问题，然后导致心情不好呢？这些很细微的这些变化呢，如果我把他送到培训班去，我觉得我是完全体会不到，也就是说完全是看不到的。所以我认为这就是父母陪伴的意义吧。作为父亲，我认为我要能够及时感知到孩子遇到的困难，然后跟他一起去面对，一起去解决，协助他去解决。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挑战和克服挫折的一个过程嘛，然后帮孩子建立起不怕困难的这种心态，我觉得比任何结果都要重要。话说回来，我也有过自责，会想自己没办法给孩子提供那种更好的条件啊，其实我的内心也是比较惭愧的。有时候甚至在晚上呢，躺在床上我就会想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，或者是说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经济条件不够好呢，然后就找这些理由来安慰自己，这样会不会耽误了孩子呢？甚至有时候我会想，哎呀，当初为什么要那么早就结婚生孩子啊？如果说我再等个几年，等我自己更成熟一点，是吧？或者是说经济条件更好一些，是不是现在就能给孩子更好的一个条件了？但是逃避，我觉得总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对吧？我就开始想，我现在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呢？人生它本来就没有什么回头路的，有错了我们就把它改了吧，有问题我们就调整嘛，让自己和家庭一点点慢慢变好。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美好的一个人生了。而且我觉得其实孩子他也是在反过来的教育我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，才会让我学会更加耐心，或者是更加专注去做一些事情，也就不会再像以前那么浮躁。这个当然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我觉得更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榜样。也正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也想通过做视频这件事呢，让孩子看到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。我从完全不会拍视频到现在慢慢摸索，遇到问题怎么解决，遇到挫折怎么样去调整，其实我都有暴露给孩子看到。我也希望他能参与进来，也就是说他以后也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，看到我是怎么从0到1，然后并且拍视频这件事本身呢，我觉得其实也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，那我自然就会用心去学。所以我觉得这种现场的示范啊，比我们跟他讲100倍你要努力学习啊，这种啊，我觉得会更有说服力。我也经常跟孩子说，爸爸呢不是什么都会，但是遇到不会的可以学啊，因为遇到不懂的问题，我们就一起想想办法嘛，一起去查资料啊，一起琢磨啊，是吧？而且现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，各种 AI 其实都可以帮我们更高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，不像以前那样子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自己要自学一个东西的话，其实是比以前要方便太多了。像我小时候学的那些具体的那些知识啊，还有技能啊，说实话，长大了大部分呢，其实都用不上。但是这种通过自己学习的一个能力呢，我觉得会让我们受益一辈子。也就是这种学会自学的能力，我不会去要求孩子说一定要在哪个方面啊有什么成就之类的，但是呢，我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在找到之前呢，我能做到的就是保护好他们的一个好奇心。
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底线吧。而且我慢慢意识到，我现在能给孩子的最宝贵的东西呢，可能不是钱，而是一种思维方式，或者是说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。我希望呢，孩子也能从中领悟到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，就是自学能力。人生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我们小时候所做的这些所有的准备，所有的积累呢，其实都是为了在未来，当我们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有能力去自学，有勇气去开始。只要掌握了这项能力呢，我觉得人生任何时候开始其实都不会晚。然后新学期开始了，其实我们的安排呢还是很简单，也就是早睡早起这个习惯要继续保持嘛，然后每天固定时间看书，这个也不能断。然后还有呢，就是说学习主要还是以复习和预习为主，重点是让他们学会自学。还有一个就是编程，接下来我还是要抽时间出来，好好认真的先学一下那个编程。我始终还是认为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任何基础优势的这些普通小孩来说呢，先学一学编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虽然说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，学起东西来会更容易上手，也可以说是更加的普及了。但是通过学习编程这个过程呢，我觉得它本身对人的逻辑训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因为如果你像其他方面的话，据我了解好像都没有像编程这个效果来得更加实用了。同时我也想着就是说，最起码在儿子以后长大，然后慢慢独立之后呢，要是他能有一两种感觉自己相对是比较有优势的技能，我觉得这个对于自身的自信心来说呢，还是有帮助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也要抽时间呢，多学一学编程，然后多找一些资源啊，然后再带动儿子一起真正的把这个编程学起来。总之呢，我觉得这个计划的初心啊，其实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。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优势，找到自己的优势，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，其实也可以过得挺好的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就是在充分享受我们能给孩子的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珍贵。像充分的陪伴，是吧？真实的这种示范，还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啊，并不是说有钱就可以买到，或者就可以很轻松的解决的。所以我经常在想，20年后，当孩子他长大之后回忆起这个童年，他们会记住一些什么东西呢？是那些花钱上的培训班，还是说和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那些平凡的时光呢？然后是学会了多少才艺，还是说从父母身上学到的那种对待人生，或者是说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呢？我觉得应该是后者。人生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找到一件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。在孩子还没找到之前呢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的陪着他们，然后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去影响他们，去教会他们要怎样认真的对待生活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我也挺想知道大家对这个暑假是怎么安排的，然后对于孩子的教育呢，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想法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说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，麻烦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有孩子的朋友。然后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